终于结束了，可你可以安息了。小姐，刚刚大蛮沙主子来电话，说晚上不回来了，不必等他。知道了，没什么事就早点休息吧。还有，刚刚保镖来说，门口躺着一个昏迷不醒的男人，保镖请示小姐，要不要把他抬走？男人？他怎么会瘦成这样？病患左胸口被钝器刺穿，实属致命之招数啊！哎呀，这是多大的仇恨呀！竟下如此毒手！那不是心脏的位置吗？换是别人，应该就死透了。但这臭小子还能活着，有2点原因。2点原因？首先，心脏乃君主之官，神明出焉。若真被人以钝器刺穿，恐神仙也无力回天哦。那他怎么会没事呢？说了也奇怪，他的心根本就没长在左侧啊！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不仅是心脏，就连肝胆脾胃上中下3焦，全部都长在与常人相反的位置，就像从镜子里走出来的人一样。传我的话，半个月以后，会长继任仪式和婚礼仪式一起举行，来他个双喜临门！你愿意娶孔令辉小姐为妻吗？我愿意。就是他，乃凶谋杀聂阳霄，让我在棋子里下毒，杀害聂老爷的人就是他，聂阳雄。这是鸿门银行存款单据，这些日子辛苦你了。多谢，孔爷。只是我还有一件事不太明白。你是想问聂阳雄暴毙的事儿？是我干的。
人没了，赔罪还有什么用？那就用我的一生来偿还亏欠你的。只怕人走茶凉，到时卸磨杀驴，五原商会就会成为你们吴宗商会囊中之物了。对不起，这茶凉了，我喝不下。你喝热的，我喝凉的。空姑娘放心，以后我的就是你的。对了，现在所有人眼中你可是杀人的凶手，先离开这里避避风头吧，等风头一过再回来就是。我明白了，空爷保重。听说你在牢里的那天晚上，有人要杀你。虽然我对哥哥一往情深，但对五原商会的经营理念却是相左的，所以五原商会自家的金库是我私窃的。我不愿意空念两家联姻，宴会上借机划破念正元的手指，再派你下毒杀之。在和念阳雄合作之前，早已用金库的钱买下了所有烟雾。警察办案追查念正元死因，我让你用土肉计嫁祸给了念阳雄。最后为了给我哥哥报仇，我杀了念阳雄。这些事情天底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，所以你怀疑那天是我派人杀你灭口的，对吗？如果我要杀你，何必费诸多周折呢？路上奔波，拿着防身。看样子，火车已经驶离鸿门大路，咱们聊聊吧。是你！一滴水啊，你究竟在哪里？念阳霄。我记得昏迷前我正身陷危机，性命攸关，可不知为何，我居然活了下来，还出现在小曼莎的家里。让一个外人来接管吴宗商会。虽然不清楚我昏迷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是醒来后，我还是第一时间赶回了念家。可是不曾想，念阳雄竟然已经去世了，而此刻，念家的主事长辈与刚嫁给念阳雄的空灵会，因为吴宗商会会长一职由谁继任产生了分歧，正对峙于念阳雄的灵堂之上。而我的突然出现，却让本以为我死了的空灵会大吃一惊。大嫂口气不小啊！这不可能，你没死。久违了，大嫂。二少爷，传闻说你死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只是出去会了会朋友，没想到家中发生如此大的变故，看来今后行事要小心些。大嫂，你说是吗？既然念阳霄无恙而归，作为念家二少爷，长辈们一致认为应该由我继承吴宗商会会长一职。然而我内心却非常清楚自己来此的目的，于是我极力拒绝。哎，真的不行！师父的意思是，难不成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？不行，他不能做会长。哎，小妹聪慧过人，是会长的不二人选。
会长之位向来传男不传女，若待到自巧出嫁之日，为振兴吴宗商会，我愿终身不嫁。没想到，小妹为了重振吴宗商会，竟许下诺言，终身不嫁。哎，大理愿誓死追随会长，振兴吴宗商会。最终，还是小妹接下了会长一职的重任。好，既然会长之位后继有人，我这做大嫂的也就放心了。不过，有必要提醒大家，我与你们前任会长签订了条约，如今码头的使用权归我所有，希望新会长能够依法履行，不要坏了规矩。告辞。空大小姐还是谨慎为妙。这次大当家和二当家打定主意，不惜一切代价强抢码头，可某此番前来已是大逆不道，更多的也帮不到。我明白，谢了。有时间请你吃饭，当做道谢。乖乖，这是什么人？啊，大哥！念家的事情告一段落后，我也该继续去寻找那个身上有红色印记的女人了。于是我又找到了勇儿和小混混。正当我们沉浸在再次重逢的喜悦中时，小曼莎以来为我送药的名义找到了我。一定要记得吃哦。而我也趁机确认了，他并非是我想要找的那个人，不是你。除此之外，他还为我带来了另外一个消息：佛罗即将设下比赛，为小曼莎比武选婿。什么比赛？而这一切皆是因为三大商会争夺码头而引起的。我听说有人要强抢码头，就带弟兄们来给他提个醒。码头的使用权如今归五元商会所有。要抢，也得问问我应不应。不行，受伤以后根本控制不了气息。当我得知消息，奋力赶到码头的时候，三大商会早已陷入混乱，战作一团。此刻的空灵会也深陷危机，没办法，我只能运用自己的超能力，再一次救下了他。念阳香，谁知万鹏举这个傻小子，还我小媳妇儿！惨了，在这个危机时刻，收回大陆烟馆和码头的经营权，你们不用再争了。后人不许乱动。10日后便是佛罗先生的干女儿小曼莎小姐的生日宴会，佛罗先生决定亲自为小曼莎小姐比武选婿，而烟土生意和码头的经营权，就是洪门准备的嫁妆。比武选婿，这里暂时由我管辖。5分钟之内全部滚蛋！若是还让我看到一个人影，这门大炮就把它炸到粉碎为止！后外！洪门佛罗先生为小曼莎举办比武招亲！后外！自打洪门公开佛罗先生要为干女儿小曼莎选婿的消息之后，大陆上便沸腾了。
有人冲着烟馆和码头的名义而来，有人冲着小曼莎的美色而来，就连离家休征多年的二叔，也为了小曼莎千里迢迢赶了回来，参加比武招亲。三大商会为了能拿到烟馆和码头的归属权，都派出了自己最有实力的参赛者。吴宗商会的长辈们也极力劝我让我报名参赛，而我原本心里已经有了领会，所以并未同意。可是小曼莎怎么样？考虑好了吗？我必须得跟吗？输了就得信守承诺，参加招亲，乖乖赢了比赛，娶我过门。要是我不呢？为什么不呢？第一，事关各个商会利益，这无疑是让吴宗商会获得鸿门庇护的最佳时机。第二，干爹有意选拔能人异士，也为了未来继承鸿门大业做准备。第三，招亲仪式箭在弦上，若你不去，或是未能拔得头筹，我就要嫁给一个我不喜欢的男人，这如同让我去死，没什么分别。所以这一局我必须得赢。等等，还差一张公牌没有开，你怎么知道我就不会赢？万一你输了呢？如果我输了，我就一点希望也没有。我4条，你是不是作弊了？念大哥已经连输10局，真想赢我，除非拿到同花顺。我有喜欢的人了，姑娘为什么要强人所难呢？况且，姑娘为何要将一辈子的幸福当作筹码，赌在招亲大会上呢？招亲仪式是我干爹佛罗的主意，由不得我，我只能服从。你就当作是报答我的救命之恩，都不行吗？希望你务必赢得比赛。到时，若你真的不想娶我，我会说服干爹，咱们各走各路，两不相欠。况且，愿赌服输，你已经输了，不是吗？这个世界还真是比我想象的要复杂。最终，我还是答应了小曼莎。唉，我自己的事情都还没办妥，却答应了小曼莎去参加比武招亲的比赛，现在还得陪他俩来看电影。说请我看电影，自己迟到。你们在议论什么呢？对不起，人家来晚了。可是迟到是女人的权利。我的美有没有让你窒息？我喘不上气了。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得抓紧时间准备。中西之法，乃是我道家圣功，不同承认呼吸之凶，有二呼吸之福。中西之法可以让人一口气吸到绝地，贯穿全身。你若是要练此圣功，呼吸之间隙，可达常人数倍。自打上次受伤之后，我的呼吸一直不太顺畅。二叔为了帮我改善肺部状况，便传授了我这套种吸之法。在经过我刻苦的训练之后，也终于见到了一定的成效。大功告成。
请进。佛罗先生，比试的场地原以为比武招亲只是一场简单的比赛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佛罗一手安排的，而目的竟然是……我需要看看那个人究竟有什么本事。念阳霄。我原本以为，为异世界的家人和朋友参加完比武招亲的比赛后，我就可以继续去寻找那个身上有红色印记的女人了。可谁知，与永儿的一路相伴，却让永儿这个世界的人和事，我该怎么去面对？不准你去参加比武招亲，要娶的话，你只能娶我一个人。哼！聂阳霄，如果你是我的话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快看，佛罗出来了！真的！今天是佛罗先生为小曼莎小姐选婿的日子。本次招亲设置的考核内容，皆为选拔文武双全之贤才。第一试的内容为比武，大家眼前便是本次比试的擂台。1个小时后，仍站在台上的人，均可进入下一轮比试。第一场比试开始。为了能够得到小曼莎，还有烟馆和码头，这些参赛的人都是玩了命的想要赢，而我也被万鹏举这个傻小子盯上了。俗话说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硬的不行就来软的，反正撑过1个小时就行。空灵会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喜欢打打杀杀的呢？你不动，我也不动，谁先动了就不是君子，空灵会也就不喜欢了，明白吗？我不能动，我是君子。我忍不了了，我要宰了你们！时间到，比赛结束。我为晋级，今日的比赛到此结束。在我不懈的努力下，终于完美过关。永儿，小混混，有些事情，其实我早就想和你们解释清楚。小混混，那天永儿不在房间，在门外听到你表白的人，是我。啊！为了庆祝第1场比赛取得的胜利，我、永儿和小混混相约在初次相遇的地方见面。本来挺开心的一件事，但是当永儿得知小混混表白的事情后，竟非常生气，转身离去。而小混混也赶紧追了过去。可谁知，永儿，空小姐，若是洪门知道你绑架了小曼莎，在招亲大会上玩猫腻，你说你得死几次？你想怎么样？
不管你用什么招，招亲大会五原商会若是拔得了头筹，利益分一半给我们万氏公会。小曼莎的事儿，我就当做不知道。你应不应啊？原来，这一切竟是万氏公会与五原商会暗地里达成的协议。你休想抢走！一方想要利益均分，而另一方则是想要除掉永儿。利益可以，所以才有了刚才永儿被抓走的那一幕。帮我除掉。照片上那个丫头已经在我们手里了，我答应你的事已经在做了。不过看第一场的架势，五原商会赢得很辛苦，下一场你们还要多加努力才是啊。放心吧，我的计划一定会成功的。那小丫头的事我会办得干净利落，可是你剩下那些不堪入目的事，你可要小心别传出去。比试马上开始，失陪。这片大陆上的行宫而已，好像还没人见过他在那海中路上的真正宅邸呀。经过不懈的努力，我终于坚持到了比武招亲的最后一场。小曼莎亲自选婿。今日是我义女小曼莎招亲的总决选，希望4位待选之人当中有人可以打动她的芳心，而这个人也将得到洪门的重用，并带着我的祝福与小曼莎择吉日完婚。下面，请小曼莎小姐睁大眼睛，挑选可以与您相伴终生的如意郎君，并把手中的花环戴在他的头上。你，小曼莎，你这是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很惊讶吧，空灵慧小姐？我不明白小曼莎小姐的意思。小曼莎，你应该认为我是大曼莎才对吧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大曼莎，
招亲大会开始之前，小曼莎便已经被你……谁也没想到，空灵会为了赢取比赛的胜利，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利益，竟在比赛之前利用大曼莎的嫉妒之心，与之联手绑架了小曼莎，并让大曼莎扮作小曼莎出现在众人面前，以隐瞒绑架的真相。可让空灵会没想到的是，大曼莎在最后时刻竟然醒悟了，她舍弃自己的性命，救下了从小相依为命的妹妹。姐姐，姐姐，姐！姐姐为了救我，死在了空灵会的毒酒之下。干爹，请求您替女儿们讨回公道。大曼莎死了。大小姐，小媳妇儿，现在不是胡闹的时候。没错，是我干的。哼，不只是大小曼莎，还有念正元、念杨雄，其实都是死在我的手里。什么？但比起你们为了吞并五元商会而做的那些龌龊、令人发指的事，这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哼！哥哥孔志明曾经说过，不论五元商会由谁管理，都一定要听命于洪门，如此大陆才有安宁。我倒想问问，这么多年，洪门究竟做了什么？我哥哥惨死于念阳校的手下，洪门不闻不问。这片大陆上所有的狼都在盯着我，都想利用我，吞掉我，洪门不闻不问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由我眼前这个人，这个与另一个世界我的恋人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空灵慧而造成的。但是异世界的空灵慧被杀死后，原世界的他，也就是你的恋人，也将同时死去。大小姐！但毕竟我还是死不了的，因为我只能让他活着。大小姐！大哥！大哥！怎么了？有人被绑架了，在森家电梯道口。他快没命了，大哥赶紧去救他吧！勇儿，哎，听到没有？警报拉响，看来真是要被处决了。五元商会算是完了。哎，要处决哪个啊？五元商会的会长空灵慧。在我拼命赶去救勇儿的途中，我突然得到消息，空灵慧即将被处死，这使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可是勇儿该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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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，大哥！你怎么停这儿了？我得回去。你说什么？佛罗要处决空灵慧，我不能让他死。
我只能选择先去救空灵会。那友儿怎么办啊？友儿怎么办？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来。你愿去救他，不救友儿？亏永儿叫你一句大哥，你配吗？我配！你不去救，我去救！呀！来了，来了，大哥，快醒醒，火车来了！我说车头标，你还指望有人救你呢？我就不信了！今儿要不把你压成肉泥，我就给你演活王八！还有什么话说吗？哥哥，我来了。大小姐！原来你真的不会来了呀，聂阳笑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曾经对我承诺过，你说如果我遇到了危险，你一定会来救我。可是你没有。聂阳笑。是谁为魂，会斩江湖险恶，断伤我心神。落子残痕，宿命沸腾，碾碎这荒唐乾坤。恩怨难分，时空暴裂交错，改写我命论。一劫在等，万世一生，再寻可能。沉默的结束，渐行仇恨，杀戮救赎，染红黄昏，无上遍布今生，世道蔷薇尊。悬崖的轮回，往事一尊，梦魇终结，才觉可能，不疯狂无重生，天下路为谁争？直到我堕入你眼神，才看见黎明的狂奔，踏破方寸，穿越烟尘，直到幻世深情一吻，是血为魂，会斩江湖险恶，断伤我心上。落子残痕，宿命沸腾，碾碎这荒唐乾坤，恩怨难分。
生，落子残痕，宿命沸腾，年岁着荒唐乾坤，恩怨难分，时空爆裂，叫做改写我命论，一劫再等，幻世一生，再寻可能。我不在的时候，照顾好自己。哥哥，我一定会让念阳笑血债血偿。